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这个段位的东西了，今天就着 Turbo 3简单瞧一瞧，同时为避免过于单调，接下来不算特别麻烦的环节，会把一加 S3V 拉进来，稍微做个参考。至于没提到的部分，等过段时间真我和 iQOO 都凑齐了，届时争取再碰一下。好了，按照网上的调性，本款应该是先从性能开始吧。直面概况尽管 8S 真3和7 Plus 真3核心参数看起来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挂靠旗舰，改成超频的7 Plus 真3领先版好像也没有很违和。但是它为什么敢这么叫呢？这就涉及到了刀法的艺术。首先光是基带的网速峰值差距恨不得就有 25%， 加之注入实时光追硬件加速 VP9 AV1 视频本地解码失踪感应摄像头等等杂七八，在7 Plus 真3身上是通通砍了个干净。所以理论上来讲 8S 真3确实相对更加贴近所谓小8真3的名头，更高的主频势必带来更好的理论性能，这点在跑分当中尤为明显。 Turbo 3看起来好像介于8真2到8真2领先版之间， A3V 则稍弱于8真2。不过该说不说，哥们的存储性能表现还是很不错的。相较 Turbo 3难分伯仲，甚至即便这里有一定容量的影响，随机读写仍隐隐占优。3D Mark 烤机，因为 A3V 没有光追，所以此处也就不能跟旗舰们一同玩耍了。先来 Turbo 3，你会惊奇的发现这玩意和搭载8真3的1加12竟颇有几分相似，功耗趋同，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温度也仅相差不到 1.2摄氏度。虽然1加12平均帧率明显更高，但参考单轮成绩，它的平均帧率下降幅度为 28.1%， Turbo 3则是 12.7%， 稳定性反倒更好。也就是说，毫不意外，效能不够压榨来凑。假设 Turbo 3正常使用也这么暴躁，散热能顶住类似8真3封批状态的 GPU 温度，那么参考8真3常规旗舰，尤其散热不够强，令效能发挥不到烤机中这么高的那种，在吃性能的游戏中，区别恐怕并不会太过明显，最终很有可能一样的耗电，一样的热，甚至帧率也将差不多。需要说明的是 Turbo 3毕竟机身中框表面和背板都是塑料材质，所以温度是温度，体感是体感，实际在手摸起来后者要比前者低得多。去掉光追，参考1加 S3V， 此处两位效能几乎是一致的，不过总体而言，除电池高了2摄氏度左右， Turbo 3小胜半筹。值得注意的是，机身前后面板温度 ，S3V 正面最热点温度要显著高于背面，这点对于搓屏幕打游戏相较 Turbo 3可能没有那么友好。30摄氏度游戏实测，不得不说 Turbo 3与 A3V 的王者表现是双双不及8真3的，平均功率超过4瓦 ，A3V 甚至干爆 4.7 瓦的压榨基础上，120帧设置下1%喽均没能超过60帧，而8真3该项的应有水准为110帧以上。同时如此压榨，温度不用说了，都是明显偏高的，导致后半段当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帧锁帧。两者当中，如果你不介意热的宛若同条件下用8真3打原神，那么 A3V 更强。Turbo 3此处选择了优先温度，所以释放相对保守。来到原神，一如前文，不论 8S 真3还是7 Plus 真3，总体结果看起来和一众8真3常规旗舰区别不大，甚至比咱们以前看过的某些选手同等条件下还更流畅一点。至于今天这两位中谁更强，我觉得帧率肯定算是有些半斤八两的。不过考虑到功耗与温度，妥妥就是 Redmi Turbo 3胜出，甚至还具备了大义灭亲级的性价比。因为此时和自家8真3兄长的表现，连带帧率在内，都可以说是不小心全方位的重叠了，简直是放肆。有趣的是，本次的超级分辨率不同于以往无法通过截图捕获的滤镜式锐化，Turbo 3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渲染同时进行的，尽管并未真的把分辨率加到了 1.5K， 但该说不说，实际效果确实非常的好，极为清晰锐利。兴趣铁道情况与原神当中类似，只是此时7 Plus 真3距离 8S 真3的性能差距有了进一步体现， A3V 怼到 6.2 瓦的以命相搏，结果看起来好像并不太美丽。即便抛开挣扎的帧率，两者机身温度也可以说是间隔了一整个8真3代际，所以也相比之下 Turbo 3显然是个更好的选择。Redmi Turbo 3上手，如果有人非要说多么的旗舰，多么的富有质感，那显然是瞎吹牛，最多就是简约中正，手感不崩，边边角角与缝隙都足够的细腻，符合想象中对于本段位的定义。同时可能因为机身中框外层与背板皆为塑料材质，加之主摄只有2颗摄像头，整机在手也就确有几分轻薄。主摄装饰件毕竟镜头本身不算大，个人觉得提升精致度之余，多少也是有点浮夸了。颜值这块恐怕还是搞得宛若3星的1加更能令人找到秩序的美感。当然主观无绝对，不知道大家觉得 Turbo 3的设计如何？你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点亮屏幕，正面观感就都是这么个玩意儿，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不过我这台 A3V 确实遭遇了一点小小的尴尬，尽管画面中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我第一次点亮屏幕就发现这哥们儿其实屏幕歪了，放大不难看出左侧整体宽于右侧，但是右侧的机身却又比左侧的机身厚一点，再加之两边打的胶其实也不一样，最终不论选正面板边缘为锚点，亦或机身都是对不上的，最大视觉偏差至少在2到3像素左右，实际在手可察觉。究其原因，主要可能还是屏幕黑边做反了，如果相对窄一点的黑边在左侧，或者把胶打到右侧，都应该可以抚平误差，达成视觉等宽，但是寸就寸在恰好全错开了。震动方面 ，Turbo 3与 A3V 理论上量感是差不多的，但也许是因为调教的不同，还是和平精英为例 ，Turbo 3所营造的打击感要优于 A3V，实际在手后者会格外的蹦豆子相对轻飘。
外放效果轻快与震动类似，和真旗舰肯定是比不了，但可能得益于杜比音效加持。Turbo 3比我个人想象中是要好不少，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尤其低频甚至搞出了些许泛音的感觉，相较 A3V 听起来会更加饱满而不干枯生硬。相信只要你的耳机带些低频的话，应该不难区分。朋友们简单听听看。屏幕部分肉眼观感未见显著问题，不过有一点类似远冷近暖。当然，如果你不是纯白画面并刻意疯狂晃动的话，倒也没啥影响。另外，设置中没有看到手动设置分辨率的选项，默认即为2712×1220。不清楚是始终如此，还是某些场景下会自动进行自适应。细边光谱反射看起来红色和紫色相对多一点，也就是此时正面板的反光看起来会黑里透红带点紫。平均光谱反射率表现不错，甚至优于一众所谓顶级旗舰。这部分在咱的视频中应该是第一次出现，此前没放过。简单理解就是数值越小，反射率越低，细边状态看起来越黑，进而点亮之后，抗反光所带来的观看体验也就越好。有同学可能说，你这玩意儿准吗？不是瞎编的吧？以距离 Turbo 3最近的 iPhone 15 Pro Max 为例，咱们粗暴的演示一下，参考各自的屏幕黑边，哪个严格讲黑的更深邃，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另外 Turbo 3黑里透红带点紫的情况与刚才的光谱也是对应的，所以咱这个表还是有点意思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回去暂停，从上到下再观摩观摩。亮度方面 ，Turbo 3不同于自家定位更高的那些机型，阳光模式中并未提供额外亮度，因此手动533.7尼特的最大平均亮度，相比主流旗舰目前的600左右，也就显得可能略低一点。当然，1072尼特的全屏激发还是与自家旗舰保持了相同水平，最大亮度出现在激发状态的 HDR 窗口下，大致为2300尼特以上。总体而言，均亮表现不错，数值同 iQOO 12 Pro 是比较相似的。10尼特亮度默认模式蓝光，峰值460纳米，综合可以理解为与小米14 Ultra 或者 K70 Pro 等等都是基本一样的，没有问题。调光频闪好像有点东西，80尼特以上似乎都处在类地系当中，低亮度1920赫兹调光 ，SVM 数值与1+12相近，表现不错。此外，因为看到有同学要求还是想看诸如占空比、波动深度这类数值，所以本期开始又加回来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低亮度超高频调光复合波形的占空比是测量的基础上通过你和人眼感知计算出来的，并非单指大波形或者小波形。又因为有同学表示扯别的都没有用，似乎占空比与实际在手的感知相关性更好，于是又有了这张表。朋友们可以简单瞅一眼，并弹幕反馈一波，咱们共同研究下这个相关性到底 OK 不 OK。蓝光灰阶会有点泛红，不过我觉得表现并不算有什么问题，实际当中没啥影响，几不可见。色彩方面其实有一点省事儿的倾向，除默认模式，其余尤其高级模式，个人是不推荐使用的。默认模式足矣。然后也是从本期开始 ，CIE 1931和2015的表格会拆开，又因为2015的亮度好像也就主要小米在用，所以这里除了一家全是小米，准头也是都差不太多。触控采样 ，Turbo 3系统 UI 下实测平均大概在216赫兹左右，游戏中默认平均217，开启设置中的速新感测会来到487赫兹。然后插一嘴 A3V 这哥们儿系统目前应该是有 bug， 不论系统 UI 还是游戏当中，也不论默认亦或灵犀触控拉满，平均皆为124赫兹。神奇的是，除常见的王者、和平、原神、星铁之外，在穿越火箭中，如果灵犀触控拉满，并且再进行一遍锁屏解锁，将会触发平均237赫兹。希望能够尽快修复这一独特的局面吧。跟手度我想了下，好像没法明确的说到底算好还是不好，反正正常来讲，纯游戏手机应该算可以吧。所以参考红魔，大家自行感受下区别大概有多少。续航就个人实际体验来讲，不论 Turbo 3 8S Gen 3的5000毫安时，还是 A3V 7 Plus Gen 3的5500，区别好像不是很大。尤其玩游戏的话，耗电似乎都和8 Gen 3相近，估计可能是因为需要通过压榨来拉性能导致吧。充电方面 ，Turbo 3 1%电量起充，10分钟充至 45%，30分钟 96%，充至100%耗时35分钟，电量估值 4923.2毫安时，完全充饱为40分钟，此时估值 5082.6，符合预期。这里好像隐约有点骚活的，仍是 A43V。此
此前比如5400毫安时1加12的做法是100%时大致4800到4900左右，充饱放为5400，留出500，后续慢慢放给你，以达成降低续航变化感知，令人觉得长寿的目的。但是注意，好歹前期你也是能充到5400的。而 A43V 本次则果断修复了能充饱的 bug， 虽然充满或者充饱的时间相较1加12没区别，100%大致4800毫安时这点也没变，可是充饱看起来却只能到5100，也就是不排除直接锁掉了400的可能，留着营造长寿理念。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续航似乎感觉不太像5500的原因吧。当然以上仅为猜测，数值也只是估值，没准下次固件改回去了也不一定，或者这一情况同样也只是系统的又一个 bug 而已。好了，没有了。总体看起来 Redmi Turbo 3本次表现我觉着还是比较不错的，也颇具性价比。除了外表受限于材质等原因，确实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华丽，其他各方面均保持了应有水准。俗话说就是不差事儿，又卷又猛的小旋风，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呢？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